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我是黄九，我们继续手机简史。今天咱们已经来到了三星的第2期，不知不觉这个系列已经看了这么多期了啊！这个感谢大家的3连支持，虽然说播放量一直在走低，但是忠粉们的弹幕、还有投币、还有评论，我都是看到了。希望大家不要下次一定了，特别感谢。上一期呢，咱们讲到了这个三星的创始人李秉哲的一系列的一个事件，包括他临终前最大的一个遗憾吧，就是并没有看到自己亲手这个带起来的半导体行业能够走向辉煌。不过并没有关系，他一手创造的三星呢，最终还是把 DRAM 把这个韩国的半导体带向了全世界，已经成为现在全球市场的绝对龙头之一。今天咱们就聊一聊李秉哲去世之后的三星，尤其是三星电子、三星半导体，还有最重要的三星手机。不关真点，小白测评马上开始，记得3连本视频点赞、收藏、投硬币，感谢。虽然李秉哲没能战胜病魔，但是在他离开之前，三星集团的实力已然是富可敌国。当时的三星就包括了三星电子、三星电机、三星康宁、三星网络、三星证券、三星物产、三星重工、三星工程、三星航空和三星生命等等子公司，而这些最终成就了三星半导体的成功。上一期呢，我们聊过半导体行业的规则只有一个，就是要么拿钱砸死对手，要么被对手拿钱砸死。要想成功，就得有足够的经济做后盾，这是三星的强项，它有一堆子公司给它挣钱。最终让三星上位的还是美国。1980年的时候，日产的 DRAM 产品还只有全球销量的 30%， 仅有美国的一半。但是到了1985年，市场完全倒转。这一年 DRAM 的元老英特尔也不堪重负，最终关闭了旗下 DRAM 的工厂，从此退出了市场。而为了保护本土企业，1986年9月，美国迫使日本签订了日美第一次半导体协议。简单点说，就是限制日本半导体对美出口，以及扩大美国半导体在日本市场的份额。再简单点说，就是我不仅不让你在我的地盘卖，我还要在你的地盘多卖我的。在去年华为事件的时候，这个事儿经常被人提起来啊。但是美国嘛，得寸进尺惯了。1987年3月，美国以协议没有奏效为由，实行了报复措施，单独针对日本，把计算机、DRAM 等等产品的关税提高到了100%，这已经相当恐怖了。而 DRAM 的产品最终因为协议价格开始回升，需求量逐渐增加。这虽然让美国企业有了喘息的机会，但是真正受益的却是韩企，这样三星弯道超车，实现了盈利，并且最终反超了日本。当然，半导体行业的背后还有着很多故事和战争啊。咱们今天不光聊三星的半导体，赶紧回归正史啊！手机简史，咱们要聊手机了，要不然又飞了。这个三星的手机终于来了。其实三星涉足移动无线领域，最早可以追溯到1983年的时候，当时的三星对于无线电的技术也刚刚起步，耗费了大量的精力，逆向设计了一款东芝的车载电话，就耗费了3年，最终在1986年的时候发布他们的第一款产品 SA-100 车载电话。但是当时的产品拥有着非常严重的质量问题，完全没能打入市场，可以忽略不计。虽然这让三星削减了研发团队，但是还好并没有中断，产品继续研发下去了。1988年，三星真正的第一款手机问世了，它就是 SH-100。但这个时候整个手机行业还在摩托罗拉的天下，虽然手机的售价已经开始下滑，但是高昂的价格依然不是普通消费者足以承担的。而 SH-100 依然有令人堪忧的质量问题，让它只有2000台不到的销量，几乎没有市场，也可以忽略不计。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宣布了三星真正踏入手机的领域。随后的时间里，三星也发布过几款产品，但是最终都没能真正打开市场。1988年也是三星商社成立的50周年，在周年庆上，新上任的李健熙宣布三星将进行第2次创业。然而有点草率上任的李健熙并没有得到三星内部的认可，李秉哲打造的经营体系维持了近50年，李健熙仅凭法律上的继承人身份又如何撼动得了呢？换句话说，就是这个时候的三星它还不属于李健熙，而想要真正的掌控，就需要改变三星。而在李健熙改变三星的道路中，家产那点破事儿又来了，又开始听八卦了啊！1991年，李健熙的二哥，也就是李秉哲的次子李昌熙，因为白血病去世了。以此为引，李健熙的兄弟姐妹们加速了财产的分割。大哥李梦基的家庭分到了第一制糖和安国火灾海上保险公司，并在以后发展成为韩国著名的跨国集团第一制糖集团。而李昌熙的夫人李英子以及李
昌熙的儿子李在宽获得了新韩媒体，而李健熙也借此机会收购了其他家族成员中属于自己公司的股份，这最终加速并且帮助了李健熙改变三星，建立自己的经营体系，而这一做就是5年。1993年正是李健熙就任三星集团会长的第5年，这一年是李健熙从背后走到了一线啊！这一年的1月11日，李健熙在三星总部大楼27楼的大会议室召开了重要会议，而第一个讨论会，李健熙面对的就是下属电子公司的社长们，让我们下定决心重新出发吧，这次是为21世纪做好准备的最后一次机会了。虽然这次会议和往年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这次会议却为三星集团甚至整个经济界掀起了改革浪潮，吹响了前奏号角。三星集团即将迈入真正的李健熙时代，而现实却给了李健熙当头一棒。1月31日，李健熙坐上前往美国洛杉矶的飞机，为的是深入了解三星电子在美国的市场情况和口碑。但是在家电的大卖场里，李健熙看到的是光鲜亮丽的索尼、东芝、飞利浦的产品，售会马不停蹄地向顾客们介绍着这些一流产品的性能和特点，而三星的产品却被堆在了角落，积满了灰尘，无人问津。李健熙和随行的三星电子高管才知道，在韩国自视一流的产品却在美国无人问津，这和媒体当时正在报道三星电子开发出世界上第一个8毫米 VRC 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当然这只是第一棒啊，随后而来的第2棒让李健熙怒火中烧，这就是福田报告。6月初，在日本东京的大仓饭店，李健熙与部分社长和董事一起开会，而会议的目的就是改变三星的形象和口碑，让三星不仅产品一流，也要成为消费者心目中的好产品。而这次的会议就包括了福田民郎等4位日本顾问，而这4位日本顾问是1988年的时候李健熙亲自聘请的，目的就是为了学习日本的出色技术。后来李健熙邀请了顾问们进行会谈，希望他们可以敞开心扉，聊聊对三星的看法和未来。让李健熙没想到的是，福田直接向他提交了一份56页的书面报告，这是前所未有的事儿。一般的情况下，这种书面报告都是需要通过三星内部的秘书室进行提交的这一次直接绕过秘书室，让李健熙非常吃惊。而报告的内容更让李健熙吃惊，因为报告中不仅写出了三星企业存在的问题，福田还在报告中说到自己曾经在2-3年的时间里连续提交了3次报告和11条改善方案，但都被拒绝了。福田甚至还表示自己后悔来到三星做顾问，因为三星的水平太低了，这样根本不能长久生存下去。甚至在报告里，福田表示已经做好了辞职的准备，才决定将报告直接交给李健熙的。李健熙这才明白，三星内部管理的尸位素餐已经严重到了如此地步，而自己本该在几年前就应该知道这些建议。而这个时候，第3棒来了。6月5日，李健熙收到了一盘三星生产线的录像带，在长达30分钟的时间里，李健熙看到了三星洗衣机生产线的组装过程。因为生产的洗衣机上盖尺寸偏大，无法正常安装，不过产线并没有选择回炉重造，解决办法居然是直接削掉多出来的部分，然后直接进行组装。而且当有削上盖的员工有事离开的时候，其他岗位的员工甚至还会补充上来加入削上盖的工作。简单来说，三星快马加鞭的生产，但是根本就都是残次品。这3棒让李健熙下定了彻底改革的决心。1993年6月7日，在德国的法尔坎斯坦的凯宾斯基饭店，李健熙召开了一次长达17天的会议。会议上，李健熙再三强调，三星产品的质量代表着三星的脸面，生产出来的产品不合格就是在犯罪。以前三星的经营以销售为主，但是现在开始要以质量为主。而为了表明自己要改革的决心，李健熙说，除了妻儿，一切都要改变。但是高管们沉浸在三星的辉煌里，只把李健熙的话当成了不满足的鞭策。因为在刚刚过去的1992年，三星电子开发出了世界上第一个64兆 DRM， 收购了民主德国时期电子企业 WF 公司，并且在中国设立工厂开始生产产品。在如此骄傲的成绩之下，高管们并没有真正明白李健熙的深意。但是李健熙自己明白三星的绝症，三星电子3万人制造的东西要有6000人去维修，如此浪费的公司在这世上是绝无仅有的。如果说三星电子患的是绝症，那么现在已经到了正极的晚期阶段。而对于三星手机，李健熙还有更明确的目标，就是1994年生产出可与摩托罗拉相媲美的手机产品，否则三星就直接退出手机业务。1993年11月，手机部门终于提交了第一个像样的作品 SH-700， 它是一款直板手机，重100克，这也是第一台拥有 Anyco 标志的三星手机。这个三星的经典标记一直沿用了很多年，持续了很长时间。最终 SH-700 从最开始每月销售6000多台，到1994年4月每个月16000多台。1994年10月 SH-770 问世，相比于上一代770更加轻薄，屏幕也更大，打出了 Anyco 的品牌。但改革哪有一帆风顺的，上市1个月 SH-700 就爆出了严重的质量问题，高达11.8%
8%的返修率严重影响了三星的声誉，最终三星将5个型号中的4款进行了停产，并且分析原因。而李健熙也明白，三星的内部还没有对产品质量引起真正的重视，是时候压上最后的稻草了。于是李健熙宣布无条件召回所有流入市场的次品。1995年3月9日，李健熙将三星集团高管以及三星电子所有工人聚集到三星电子龟尾工厂的广场上，进行了残次品的焚烧仪式。在广场上堆积成山的无线电话、传真机、手机有15万台之多。随着一声令下，10多名站在产品旁的员工开始抡锤子，随后就点上了火，烧毁了这价值500亿韩元的三星产品。这场大火虽然烧掉了三星员工的成果，但是也让他们明白质量才是第一的。这件事儿卓有成效。1993年的时候，三星集团的残次品率是发达国家一流工厂的3.3倍之多，而1996年，三星集团的残次品率已经降低至发达国家一流工厂的1.1倍。这一年，三星集团取得了72万亿韩元的销售成绩，而在1992年还只有38万亿。在韩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为8%的大背景下，1996年三星创下了高达17%的增长率。同样是1996年，三星电子的 DRAM 芯片出口额高达62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一。三星电子还开发出世界上第一个1GB 的 DRAM， 以及首款 CDMA 支持的手机 SH-100。这款手机重175克，搭载了高通早期的 MSM 芯片组。这个时候高通还并没有开始使用 ARM 的架构。韩国是最早开启 CDMA 建设的国家，选择 CDMA 很简单，因为 CDMA 比 GSM 更有优势。同样的覆盖范围， CDMA 所需的基站更少，这就意味着更低的部署成本。唯一的问题就是 CDMA 是高通独占的，需要向高通支付专利费，并且当时 CDMA 还没有过大规模的应用案例，韩国只有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经过多轮复杂谈判，高通和韩国电子通信研究院1991年5月就 CDMA 基础设施达成了一项联合技术开发协议。其实韩国看中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经济。选择 GSM 就肯定要进口 GSM 的设备，而选择 CDMA 就可以让韩国成为最早研发 CDMA 的国家，甚至有机会成为出口设备的国家。最终韩国赌对了，这也让高通获得了巨额利润。1997年开始， CDMA 进入高速发展，在美国、韩国、中国和印度开始大规模应用，并不断上升。这一年的6月，三星开始在美国向 Sprint 出口改装的 SH-1011 CDMA 手机，而整个1997年，三星就占领了全球 CDMA 手机市场55%的份额。但是1997年的金融危机却让三星血本无归，狂亏了22亿美元，负债率高达85%，濒临破产。最终，三星电子以裁员30%、卖掉和撤销掉了120多个企业和产品为代价，成功度过了危机。当时三星仅卖掉没有收益的资产数额就高达1万亿多韩元。但是三星的进步并没有停止。1998年，三星推出了首款翻盖手机 SH-800， 这也是三星首款支持短信的手机。这一年，三星半导体也卓有突破，拥有了可供内部使用的 CDMA 芯片组。它在1999年初次出现在三星 SH-810 CDMA 手机上，这也就是 Connexent Tompress 芯片组。2000年到来对于三星是全新的起点，因为三星推出了第一款基于 ARM 架构的大型商用 SoC S3C44B0X， 基于66兆赫兹 ARM7 TDMI 的部件，用于 Andy Rubin 设计的 Hypertop 手机。这一年，三星还推出了全球第一款双屏翻盖手机三星 A288， 以及一款支持中文的 MP3 手机 SGH-M188。在苹果引领智能手机的潮流之前，三星还发布过很多有趣和全球第一的产品，比如2011年的 W10， 这是全球第一款手表形态的手机，使用的也是三星自己的技术，重50克，是那几年中最轻的无线终端产品，这应该算是最早的智能手表了吧。2003年的三星 N270 也绝对是那一年很多人的科幻之作。这款手机最早出现在《黑客帝国2》这部电影里，三星赞助并为这部电影专门打造了 N270。弹出式的屏幕在那个时候看起来还是非常帅气的，尤其是在电影里显得，反正就是很帅。不过现在看来，是有点丑啊。不过这款手机据说限量3000台，所以电影之后这款手机也并没有能够引发潮流。毕竟除了电话短信，好像也不支持什么别的功能了。2004年，三星发布了全球首款双模手机 A790， 支持 GSM 和 CDMA， 这其实也算是双网双待的第一步了。2005年，三星发布了全球第一款500万像素的手机 S250， 采用的是500万像素的 CCD 元件。这款产品引发了消费电子行业关于拍照手机将有可能蚕食便携式数码相机市场的猜测，而随后大家也都看到了，手机确实消灭了普通消费级的数码相机。当然还有2006年的 Blackjack 3G， 很明显这款手机是针对当时的黑莓，这款手机也是面向商务人士，在当时来说还是挺成功的。而在这段时间里，三星半导体也在飞速发展。咱们目光再拉回来啊，2003年三星的 S3C2410 芯片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款268兆赫兹 ARM 的 920T 处理器使用了 0.18 微米工艺，而这款芯片被质疑在惠普的 iPRIC H190
E504、E500等等等等搭载微软 Windows Mobile 系统的掌上电脑里，成为三星芯片迈出的一大步。而另外一个重要的成功就是2006年 S5L8701 这款芯片搭载了 ARM 940T 处理器和 DSP 内核，0.18微米的工艺。最重要的是，这款手机集成了 Flash 控制器以及 LCD 和 USB 控制器，极大降低了搭载这款芯片产品的成本。知道这款芯片的人可能没几个，但是有一款搭载它的产品，很多人肯定知道，那就是苹果的 iPod Nano 2。这打败了之前为苹果供应芯片的 Portal Player， 而隔年它就被英伟达以3亿5700万收购。而这种将 SoC DRM 和 Flash 集成的能力以及远期供货的承诺，对于苹果而言，又有哪家拥有如此的实力呢？2017年首款 iPhone 问世，可能很多小伙伴还不知道，这款 iPhone 的核心正是三星90纳米制成的 S5L8900， 这款芯片还用在了之后的 iPhone 3G、iPod Touch 1和 iPod Touch 2上。而在2009年 S3C6410 或许显得更为重要，因为使用这款芯片的手机就是国产第一款智能手机魅族 M8。同一年，三星的首款安卓系统手机 Galaxy i7500 问世，没错，它就是 Galaxy 系列的第一台。年末，第一款三星 Exynos 芯片问世，准确的来说是被追封了 Exynos 3110的名号，它就是 S5P C110，代号蜂鸟。在当时，蜂鸟这款芯片拥有超过苹果 A4 的实力，不仅主频更高，而且搭载 PowerVR、SGX540 GPU 也远超 A4 的性能。当时搭载这款芯片的手机就有 Google Nexus S、魅族 M9 以及三星的 S8500 和三星 Galaxy S 上，而后面这两款手机就是最早搭载 Super AMOLED 屏幕的手机。不过后面的苹果还是技高一筹啊，随着 Imagination 被苹果收购， PowerVR、SGX 系列变成了苹果的御用 GPU。真正以 Exynos 命名的其实是2011年的 Exynos 4210，代号就是基友们非常熟悉的猎户座。采用45纳米制程，拥有2颗主频为 1.2 吉赫兹的 A9 通用处理核心，并且集成了 ARM 的马力400 MP4 图形处理器。这是 Exynos 最为辉煌的时候。Exynos 4210凭借着三星 Galaxy S2 超强的稳定性，稳坐安卓双核第一优的宝座。这是一款里程碑的作品，力压 HTC 成为那一年的机皇。6个月的出货量就达到了1000万台，2年间出货量4000万台。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德州仪器推出了，英伟达也败阵了，只有 Exynos 和高通一直力争高下。Exynos 5430对标骁龙800， Exynos 7420非常熟悉是吧？对标火龙810，也在那一年救了一些安卓机的命啊。Exynos 8890对标820，而这些产品的成功让三星开始有点飘，学习了苹果要搞自研的核心。2015年11月11日，三星 Exynos 在官网上正式公布了新一代处理器核心8890的部分资料，14纳米 FIT LPP 工艺制成，8核心的设计，首次采用了4个自主定制的大核心，代号猫鼬。但是未曾想到，此起全将市场拱手让给了高通，让高通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一家独大。OK， 半导体这边说了半天啊，咱们再把视线拉回到手机这边。2011年9月，首款 Galaxy Note 发布，凭借着 5.3 寸超大屏幕，力压一众手机，成为了当年的挡脸神器，震惊了当时的手机行业。当时的手机大多数还徘徊在4寸左右，5寸带来的冲击力成功为这个系列吸引了大量的粉丝。这台手机算是真正开启了大屏时代。而 Galaxy S 系列在 S2 成功力压 HTC 之后， Galaxy S3 还未上市就收获了900万的预订量。2012年5月3日 Galaxy S3 正式发布，我就是由此入坑的。Galaxy S3 在外观和配置上都进行了迭代，而搭载的 Exynos 4412首次将安兔兔跑分拉到了过万的境界，当然算法和现在肯定是不一样的。2014年2月24日 Galaxy S5 发布，而这一年的9月 Galaxy 的 Note 系列改命制作 Galaxy Note 4来了。从 Note 4开始，三星终于放弃了塑料拖鞋的设计风格，首次使用了金属边框和高光导角。Note 4的孪生兄弟则更加引人瞩目，那就是曲面屏的开山之作 Galaxy Note Edge。右侧边的屏幕大写的震惊全场。不过严格来说 Note Edge 其实并不是三星的第一款曲面屏手机，严格来说第一款应该是2013年10月发布的 Galaxy Round， 但是那台机并没有得到市场的认同。随后 Galaxy S 系列的脱胎换骨之作来了，那就是2015年大家熟知的 Galaxy S6 和 S6 Edge。S6 Edge 应该是第一款双曲面屏手机，2560×1440的标准2K 屏，即便拿到现在也很少有手机能与之匹敌。最大的遗憾还是 2K 的功耗太高了，而且当时 Edge 的电池只有2600毫安时，让 Edge 的续航惨不忍睹。当时我真的是非常心水这款手机，也非常想买，但是我身边的一个好哥们想买了，一天好几充，让我实在没办法下手啊。随后的 S7 和 S8 也都是当年的安卓机皇，只是没想到 Note 系列成为了三星丢失中国市场的一个引子，那就是著名的 Galaxy Note 7蹦期事件，最短命的旗舰手机。因为这次的电池爆炸事件，让上市仅69天就开始全面召回。Note 7的召回不仅让三星面临了巨额损失，而且在前期对中国市场有区别对待的问题，成为了三星在中国销量惨淡的伏笔。随后的岁
岁月，虽然在国际市场三星依然是安卓阵营的王者，但是在中国，三星或许不会再走出 Other 的阵营了。但是技术实力是实打实的硬，比如说1亿像素的传感器，比如三星 S20 Ultra， 现在真正的天花板级别的旗舰。手机显示三星篇上下期加起来有12000多字啊，但是依然有大量内容我没能展开去讲，比如三星如何打入 LCD 产业，又如何走到2020年宣布停止所有 LCD 产品供应，又如何看中了 AMOLED， 如何成为了现在 Super AMOLED 的唯一巨头，三星半导体背后如何让台积电超车，抢占了苹果订单等等等等。作为一个几乎全能的三星帝国，背后有很多有意思的事。三星的上期我们推荐了很多书，如果感兴趣你可以去看一下。2018年的时候，三星电子全年营收达到了243.77万亿韩元，约合1.44万亿人民币，利润为58.59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3640亿。营收方面是华为的2倍，利润方面是华为的6倍。不过让大家最为熟知的是三星手机，但是三星电子的主要利润仍然来自半导体这边，占比超过了70%。三星也是目前唯一一家拥有 SoC 芯片、NAD、DRM、OLED 屏幕、CIS 甚至电池生产能力的企业，名副其实的上下游全产业链机圈第一厂，而且仅此一家。虽然三星曾有售后歧视中国市场的历史，但是它也获得了应有教训。随着国产智能机的崛起，三星手机在国内的市场是进一步的萎缩。不过从去年开始，感觉三星又有抬头的迹象了。不管怎么样，三星依然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核心技术才是硬实力，才能不受制于人。如果天下太平，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逆的大趋势，或者说在历史的长河中也是必然的一步，但还是有一些特殊时期，就比如说现在全球都在进入疫情的这个阶段的时候，自己的技术或者说自己的工厂或者说自己的研发团队才显得尤为的重要，这样可以进一步保证自己的产品迭代和更新，还有生产，这个真的是至关重要的。非常庆幸咱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因为咱们已经基本上过去了。但是在产业链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今年我估计国内的企业还是会受到很多的影响的。三星咱们就告一段落了，这个下期还想聊什么呢？因为这坑我们觉得意犹未尽啊，还是想再跟大家多少再聊点东西，可以过一下弹幕，大家想听什么 ？OK。更多内容和精彩呢，大家记得关注我们的 B 站、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都搜索一下白测评，尤其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每日新鲜资讯、每日语音，每天我在那儿和大家语音聊天。我们的商城、我们的数据库都在微信公众号里。博客完整帖，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